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哈。今天老师已经回台湾了哦，那个也有一些事情啊，老师也必须要赶着回来处理。所以说啊，本来这个下一周啊，本来老师有一些贵客啊，跟老师联系是说到那边通知一下，那就不好意思哈，我也跟你回了，这边再跟各位报告一次哈，不好意思，我临时有急事，我昨天就先回台湾了。但是呢，不担心哈，因为我的过几个礼拜我还是必须再去一次啊，还是公事还是必须要去做的了。所以是说呢，请稍等我一下啊。那老师现在人在台湾，那昨天就回来了啊。那可能过2个礼拜还是要再去一次啊。这个请稍等一下，好吧？不好意思。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流年批算服务啊，好，将在11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我们开始接流年的案子啊。这是流年的案子啊，老师这次做了很充足的准备。那他批的细致度啊，跟他的条理化，老师做了很好的优化。所以是说啊，这个想要知道明天运势的啊，可以给老师来服务一下啊。就是我们在11月2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那我们就不是明天了，那就这是再下个礼拜一啊，11月25号。我们会开始批算流年。那至于点灯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公布呢？我们点灯的时间公布啊，会在十二月的15号，我们会公布我们在2025岁是乙巳年的点灯法会的时间。然后在12月15号的时候，我们就会公布了。那这个前期准备是比较多，因为这次的老师的法会啊，有一些的突破性的一些改革，所以是说啊，我们会稍微晚一点公布啊。本来应该照理说啊，是跟流年差不多时间公布的。但是啊，这次老师做多一点准备啊，多一点准备，让大家可以受到比较好的这个仪式的优化啊，这仪式是要优化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好吗？然后这2件事情，好，12月大地震哦，其实是有概率的啦，哦，这个地震是有概率的啦，这个基本上老师最近跟金毅老师我们听到这个耳石的震动啊，是有一点点的尖锐啊，所以说这个预示到可能会有地震啊，这个是科学方面啊，这跟玄学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耳朵的耳石啊，那个频率啊，实在是很尖锐啊，所以说有这个概率了啊，但在哪里老师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不是玄学啊，这是科学，好吧，这是科学频率上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还是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哈。其实最近的我们的一些的问题啊，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川普总统他上来之后啊，其实做了很多方面的改革。那在其中部分，老师我们讲的比较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川普上来未来很多事情很不好，但是老师觉得有2件事情是很好的。好，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他发表的演说就是只承认2个性别，禁止男性去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性别啊，其实不是我们不是说要否定哈男性跟女性以外的，比如说你是同性之间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老师的意思是说，性别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定义啊，我们定义生理是很重要的，你心理要定义成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啊，其实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义就可以了，我们并不需要让别人来去接受我们给自己的定义。你可以定义自己为可能就是环保袋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我们在整体的教育啊，还有一些社会的规范方面啊，这男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女性。说川普总统啊，其实他设立这个的他未来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那第2件事情就是说啊，他未来就是关于这个性别的问题啊，他说啊，这是必须要有父母能够同意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做这方面的治疗跟改变。那这个事情也是很好的，因为未成年人啊，我们不管你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心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事情是父母必须参与你的孩童的成长过程。这老师也有跟各位说过，老师也是有这方面的训练跟专业资格的。其实啊，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啊，很需要父母的参与，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先说过啊，你言教跟身教同等重要。这个不是只要去背书啊，或者是你要去学圣贤书就可以什么书都搞定好，这是不行的。你必须言传跟身教2个东西，你必须要参与。那当孩子心里有一些自我认同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我们当父母的本来就应该去参与它，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子孙嘛，代代相传，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陪伴跟照护跟引导落实在这个层面。我觉得这让一些没有办法去带领好自己，但是他也是必须受到法律规范去参与他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我觉得这还是很必要的。因为谁不是从新手父母变成老手父母的呢？对不对？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但是他有没有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当然是有。我们特朗普今天的是一个主轴我们川普总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轴。
而在特朗普他们的当选的那一天其实在加州他们有36号提案通过，废除了950元以下零元购它是无罪的这件事情，已经在加州废除了。那这个事情当然当地的一些商户还有一些华人家庭其实不管是什么家庭大部分都会觉得你$950以下的窃盗无罪，就是零元购是免责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很瞎。你免责了这个东西，你让商家怎么活呢？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店员后面都是带随的是一个家庭。那家庭你没有办法有收入，因为你都被零元购了，所以他店家只好关闭了这个商店，关闭了这个商场，关闭了这个铺子。那你这些里面所请的店长、店员、清洁人员都会受到影响。他们后面家庭怎么办？那你没有商店了，那你一些运输的一些货车司机呢，对不对？你这物流业者呢，他们是不是也没有钱赚了？这个开商场本来就是要叫货你不会是厂商自己送来嘛？绝大部分都是请物流公司来送的。对不对？尤其是美国，你很难是说你厂商自己来送，台湾可能可以因为台湾很多的蛋行或者是一些柴米油盐的他们都是自己开小货车，然后去循着他们自己的这个经销范围之内去送货这个是可以。那是因为台湾地很小，对不对？你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中国吧，中国你除了可能是4、5线以外的城市，你可能才有办法经销商自己出去送货，但是大部分都还是不行，大部分都还是不行，还透过物流业者。所以说你这个零元购的事情在美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遏制我觉得加州也算是一个觉醒了，因为你不能让这个民粹去让你其他一些可能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商人跟商店还有百姓受到影响这个当然是不好的。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性别的问题其实老师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所以说这两个事情可以拨乱反正我觉得选举它多多少少还会带来一些改变，那至少这两件事情是一个良好的改变。但是有没有很奇怪的改变呢？还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川普总统他已经成为有人说了他是一个酬庸政府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部队，他的未来要上来的内阁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怎么开疆拓土的爱将，而这里面爱将也包含了伊隆马斯克，也就是 Facebook 的，不是 Facebook， 讲错了，那个特斯拉的创办人。他那个伊隆马斯克，那他这一次也是一个大工程。说实在的，没有伊隆马斯克去抑制掉他在 Twitter 上面的一些舆论或者是他们的风向的话，其实特朗普总统不会那么好看。所以当时有人跟老师讲，那伊隆马斯克的盘应该看一下，我没有看，到现在我也还没看，但是或许这里面是有关系的这个我没有去看，到现在我也没去看，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旁枝末节的事情，很多事情魔鬼出在细节里面老师也是会犯错的。所以说这次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说他的司法部长盖茨就是颠覆了司法体系就是说呢要用这个人来去整肃了他这个所有过去要去起诉川普的这些敌手这些对手。因为他这个很多事情都变成是有点荒腔走板了。他内阁里面很多都是酬庸系的人口在里面去做一些变化，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认为他的一些司法部，还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包含教育部或是他们的一些发言人基本上都是很重要，都是酬庸上来的。更有意思就是什么呢？特朗普总统他把谁当国防部长呢？是哪一个伟大的 general 吗？不是，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不是。他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老师觉得这个最瞎的问题就是他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掌握的这些弱国生死甚至强国之间抗衡的国家的国防部长是谁呢？是福斯电制裁的主持人当国防部长。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比我们拿去当法律师当国防部长其实两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是英雄所见略同，你知道吗？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国防部长也不是 general， 也不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历练，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律师他来当这个我们的国防部长。那现在特朗普也是一样，他把节目的主持人来当成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未来在美国他的军事博弈上面肯定会吃大鳖。为什么？因为这个军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一个工作，你要考量的不是说我有拳头大不大的问题，因为这包含你士兵养成士兵养成这个东西你没有从基层，你甚至你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走过这个军旅的训练阶段你是不知道比如是说像老师以前吧，我当兵的时候大头兵嘛，对不对？我也不是士官想要参加士官，但是说被我爸给打回票了，对不对？我当时老师去当兵的时候我本来要自愿从军去参加那个志愿役的士官，结果呢那个同意书拿回家里被我爸刷2巴掌，滚
因为我的父亲啊，我爸他就是士官学校出来的，他回来跟他取得他的同意要签名的时候，给我2大耳刮子，就叫我滚了。当然那时候他在国外了，意思就是他非常不同意我去从军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从军过了，他认为我从军是浪费我的生命。其实现在想起来啊，我还蛮不同意的。我去当兵那3年我应该可以存上不少钱，因为我也没什么坏习惯嘛，我不抽烟，我喝点小酒，那是当兵嘛，年轻人你没办法。那我也没什么坏习惯，那3年应该可以存下来一个几十万、100万台币吧？那时候退伍就没那么辛苦了，这其实也是个好事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所有在当兵的过程之中里面它包含了参谋，从参1到参5就包含了你一些行政调价、那个粮食后勤补给一些所有东西参1到参5这个之间，你每一个工它都很细的，就像我们参谋，我们练老师之前做参1跟参3，对不对？参谋1跟参谋3的小兵。所以说，在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各自有各自处事的专业，而平行之间你又只能配合，但是你不能互相了解。那么你一个没有从事过这种很细致的军旅生涯去培训出来的国防部长，那么你怎么知道你的部队里面需要多少的士兵的分类？还有就是说你要多少的军工产业要去配合？还有就是说你的训练怎么样到位？你不能只是说我看起来我当过他是当过几年兵的是没有错，但是你几年兵你跟你当20年的军旅生涯比起来是差太多的，你完全无法掌握这些军队里面庞大的一个事务。当然这是美国我们台湾的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肯定没有这个问题，他当律师的肯定可以了解所有军旅生涯的问题。所以说呢，老共你敢来，我们国防部长一定把你打下来。样板戏最近很红的样板戏，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现在这问题就是在于是说，特朗普他在这次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酬庸政府了，因为谁跟他去复辟成功的，就跟他那个什么光武帝一样，你根本就是酬庸起来了你很多的人。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让美国维持一个世界极大的状态呢？反而就是说，你从那个电视台出来的人，你跟资本跟媒体打交道过深的，那么你上来就可能为资本或者是为媒体而服务，但是你真正的国防里面所该注重的事情，你几乎本身就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处理了。而也包含了就是说，他这次刚才讲到司法部长也是为了来去怎么样呢？来去追杀政治追杀那些他之前起诉他有罪的那些检察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次所找出来的这个盖茨，他的司法部长他涉及了孩童性交易，而且正在遭受调查。也就是说呢，他可能是个萝莉控或者正太控，他去恋童癖这个讲简单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有这个犯罪不是有这个犯罪意图而已。你是有犯罪行为而且接受调查的人，然后你去当司法部长，请问各位川普的支持者，你觉得这个合不合适呢？当然，老师知道很多人觉得说，无论怎么样，只要川普在上面，美国就不会乱。他觉得世界充满光明。OK， 很多人反对，老师说政治就是选举就是一场宗教活动，但是实际上来看，它就是宗教活动。你不爽的是你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宗教活动。所以说你请了一个司法部长，他是有儿童性交易遭调查的，调查在判罪之前每个人都是无罪，这个是很合理的。但是你不能让一个正在遭受调查的人去从事司法部长这个行业。为什么？你这个职务就是应该是要最公正、最清白的人，你才能当司法部长嘛。对不对？法律是什么？皇后的贞操，你不容亵渎的。你找一个身上已经有脏的可能性的人去做，那么请问一下，受害的那些儿童是不是就有可能无法伸张正义？为什么？因为他当司法部长，他不但可以去怎么样呢？不但可以去起诉那个准备去清算那个在3年前那个百姓暴动的检察长史密斯他自己辞职了。他直接辞职，不给你清算，直接自己辞职了。那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说这个盖茨这个怎么样呢？是他的前身当然他之前是在众议院里面就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众议员，所以说这个他就直接在众议院里面就直播了盖茨的辞职信，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辞职在众议院议长宣布立即生效之后，1月呢。他会直接怎么样？可能就直接上去当他的一个司法部长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一个蛮糟糕的一个事情。等于说呢，川普现在很多人认为是说，他现在是要为了报复政敌，当他刚上任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其实也蛮符合老师之前对川普的认识，因为睚眦必报嘛，对不对？他本身就是一个生意人，他
他最重视就是他的忠诚，能力其次，但是你要够忠诚。各位，如果你有看他那个之前的 The Apprentice 那个谁是接班人，然后那港译叫做学徒，那你看过他的系列的所有的一个我老师是每一季都有看，除了第四季那个版权没有买到之外，没看到他的在台湾这边有发售之外，其他的老师都把它买回来去看。那他的这个第四季里面，我不知道之外，其他部分很多人该被淘汰的，但是他在川普身上看到他的 loyalty， 就是看到他的忠诚度，还有他的一个企图心，然后直接把你留下来，那其他人可能就还是被开除掉 ，you are fired，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一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要去清算他的一个政敌。那么一个明君上台就为了清算政敌，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一个决定。各位你要去知道，满清入关的时候啊，那他第一件事情啊，当然除了就是说，接收整个大明朝的疆土跟领域之外啊，他有很多的一个明朝的官员，甚至是明朝的太监，他是可以就地留任的，只要你宣誓啊，有些就是怎么转旗籍啊，或者是你真的宣誓愿意去效忠他。那一开始你要先懂得去接纳。但是特朗普他这个已经不是改朝换代的问题了，你根本是同一个美国，你只是总统换人了，然后呢，你就一开始就开始怎么样去清算一个之前跟你不合的人，那么这个事情会造成他一个整体很大一个分裂。其实从这几点来看，他这次提名人来看其实老师蛮不看好特朗普后面执政的日子。而这有人会去说啊，那个马斯克他这次当一个效率部部长，准备开始精简美国的人事这件事情啊，老师就觉得是说啊，这个事情就闹太大了。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美国之所以无法进步，就是各方的利益团体盘根错节，其实跟魏忠贤把握朝政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而且光我们看到前几个月我们在直播所谈到的美国港口它的一个抗争事件啊，它就必须让它10年之内涨好像10年6年我也忘记了，而这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它涨先到62%，波音他们也是要涨价了40几，它的薪资必须要涨价，你开除更是不可能的。包括美国的港口啊，你基本上是10年不能去更新自动化设备。那么你现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要大刀阔斧的去裁减美国白宫里面的这一些冗余的人，提高整个政府运作效率，你觉得达不到？我告诉你，绝对达不到，那是不可能达到的事情。任何人上任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冗官给杀掉，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是在美国已经形成的一个朝代末年的光景了，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去割掉的，割不掉的，那是割不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你在看这个，在美国他现在要把它精简他的整个政府的效率啊，我只能是说，这个伊隆马斯克他真的以为他自己是 co-president， 就是说有人说他是二皇上。二总统就是二皇帝的意思，但实际上啊，他选完之后啊，因为他毕竟不是特朗普他嫡系出来的这些元老级的伙伴，他只是后面半路出家来去支持这个特朗普的，那么他线上的忠诚其实并不够，而且一上来就要砍他的所有的部会人员，成立一个效率部。效率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你什么都没办法管，但是你又好像可以管，但是你实际上你什么都没办法管，因为美国的宪法对于这些三权分立啊是有很严格的一个隶属的，你不是这个部门拿去管另外一个部门的事情，这是很难的。所以效率部是什么？你等于是变我们总统府执政一样的意思，你可以提供你的建议，但是要不要做那是我的事情。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而伊隆马斯克他已经被他自己的气焰跟他自己的兴奋程度啊，我觉得他跟特朗普其实没什么两样的。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兴奋，想要改革整个美国。我相信啊，伊隆马斯克他心除了复仇的火焰之外啊，他一定有跟特朗普一样希望美国变得更好的一个状况。而他自己其实他也不止特斯拉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啊，他名下有好多很多很赚钱的公司包含他的 SpaceX 他都其实很多事业他都很成功的。他不是只有特斯拉成功，特斯拉是他的第一桶金，但是呢，后面来这第一桶金啊，他后面也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成本去开新的公司，这个是他的确做到的事情。所以说，真的按照他的话去讲啊，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看到大清末年的大清末的戊戌变法。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戊戌变法就是导致大清朝败亡快速衰败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戊戌变法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效率，你知道吗？因为大清朝的冗员实在太多了，对不对？你一层一层堆叠下来，每个地方都有土皇帝，是不是？土皇帝的巡抚之下，你下面还有什么总督啊、道台啊、藩台啊、聂台啊，还有县啊，府道省州县，是不是？
这些这么多的人的利益结构是绑在一起的，你一个戊戌变法就要把所有的这些利益状况还盘根错节把它去掉，然后呢再把科举废掉，然后呢再开始创立新式学堂，每一件事情分开来看都是非常完美的，戊戌变法里面看起来都是非常完美，实际做起来根本是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你上面都适应不了，你下面怎么适应？下面的是目不识丁，上面的人是饱读诗书，但是呢，上下两边都不知道你到底现在要做什么样的效率的改变。各位你要知道，在大清朝历史里面呢，我们看到慈禧皇后真的是十恶不赦，但是实际上她在那个变法一初期啊，那个慈禧皇后不是皇帝，虽然有点像皇帝啊。他本身是没有太去管这件变法的一个事情，他觉得如果真的是对国家好，那他其实也是乐于见到是说啊，你这变法就变成功吧，对不对？你那个皇帝你就加油吧，是不是？反正我也只是后宫，我是太后，我也不是实际掌权人，对不对？但是后来戊戌变法变得太乱七八糟了哦，今天朝令夕改，每一天发出去都可能少了几个衙门，那你少掉几个衙门也可以，你把你别裁下来的你往哪塞？对，有些人吃俸禄的，对不对？但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那么你要怎么砍他？你砍不掉的，所以伊隆马斯克想做这件事情，无疑是自掘坟墓。比如就像我们讲到更早以前三国时代谁的门阀占得最深？好，不是曹操，也不是刘备，刘皇叔根本就是个流氓啊，本身跟刘邦一样，就是流氓起家的。那曹操本身就是靠的是夏侯家的资源，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渗入进去，成为丞相。那真正的盘根错节到你难以动摇是谁？是孙权。孙权他们孙家那一脉其实也没有什么实权，因为所有的江东里面所有的一些权力啊，是把握在江东士族的手上。所以孙权只是被他们推出来当做 CEO， 但是呢，这个 CEO 如果没有照顾好他们旁边的这些在江东里面的士族啊，基本上你个 CEO 也不用干。所以说为什么是说当时江东他们很多事情啊，很多的一些举措想要变啊，其实都变不了太大。他们有最好的税收，最好的资源，但是呢，为什么他守住的疆土就没办法扩大，都是在那个地方而已，没办法往北，没办法往西，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士族不愿意变化。那么伊隆马斯克他就犯了这个忌讳，你一开始就想把这些在美国的这些权贵士族，甚至既得利益者，甚至这些吃俸禄的人，把你的嘴杯里面的饭。火耗归公，全部把你改土归流，一次把你掏干净。你觉得他要怎么去做呢？所以那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那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是说啊，在这个川普他这个整个在去做这个变化的时候，他有没有好的？是有好的。比如说老师一开始讲到他的一个性别问题，还有孩童教育问题，他未来可能还会废掉美国的教育部，然后把教育的权利回归到各州。那这个东西也是蛮有争议性的，因为一个国家你必须要一种想法。各位要去知道儒家思想为什么会被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因为他很好统治，每一个人该做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统治一个越大的国家，你必须要有一整体的一个思维。有人会说，老师你讲中共那一套，我们讲回来这一套，我们讲日本的教育是不是你各个州去做的九州教育，或东京有东京的教育？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基本上来讲，他们的中心思想跟他们体制都是一样的。体制是一样的，所以说啊，这个有人就说啊，日本会不会去反省对中国的一个侵略啊？但是呢，其实即使是现在日本来讲啊，当他们的国家面临到一定的危险的时候，他们政府叫他往哪走，他们也不会往左走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往右走。为什么？因为中心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教育这个事情啊，你不能去发挥到各州去管，这本来就是不对的。那像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交给4大书局去管我们的教育。那这个东西呢，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我们党的智慧啊，一定超过到我们所有国家里面都是比不上的。我们党的智慧啊，就跟韩国申请世界遗迹一样啊，那是非常独到的，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把我们教育外包到给书店里面去啊，学他怎么写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全世界除了台湾之外啊，都是蠢蛋。那我们台湾这种方法才是对的啊。这个老师先讲哈，有什么问题不要来吵所以说在这个特朗普的状况之下，他的一个人事案也包含他未来很多的政策啊，现在产生了很多的一个纠纷，也包含了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老师当时在那个实景的时候，在上海跟各位直播的时候也讲过。这个特朗普他说希望他只要当选那一天就可以结束乌俄之战，那到乌俄之战到现在能不能结束呢？当然也不行啊，即使再多给他1个礼拜了，他也不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这次有筹用了福斯电视台进入了什么世界最大的国安团队。这个东西其实他用了很多的技巧，比如说包含了在休会期间之内用总统任命的方式
来去让自己的团队可以形成。所以说这个状况啊，他可以绕过参议院啊，然后直接让他自己的那个完完全全的一条边。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的？好的话又很好，坏的话又很坏。还是回到一句，教育必须同一个意志，但是政治也是必须要。而政治要一个意志，就是说你必须要什么？如臂食指，如指捏物，上下一条心，所有人都由这个总统可以节制，那当然是很好的状况。所以老师并不反对特朗普总统他用他自己所信任的人，但是你用的人干不干净，那就是一个很重要必须检视的一个事情。历史上用不干净的人，那都是开国元勋。你用的人你不可能干净，因为比如包含了朱元璋，包含了那个忽必烈啊，或包含了其他国家的、其他朝代的，都是一样。你的开国元老手上都是沾满鲜血，都是斗争上来的这些无恶不作的坏人。哦，你要推翻一个朝代，你不可能用光明正大这4个字来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都是当朝之后你是光明正大，在革命的时候你都双手都是又脏又臭的，谁都一样啊！不要跟我讲你八路军就是干净了，很多大陆说八路军不一样，你八路军你也是吃偷蒙拐骗了，我们没有呢，都一样啊，对不对？不然你干嘛欢乐斗地主？你让毛泽东他自己带的队伍就有欢乐斗地主了。是不是？那都有啊，这就是不干净嘛，是不是？你说你爱百姓，你还不是要把别人充公？那这就不对啊，对不对？但是开国都是这样，但是美国现在不是开国啊，对，美国现在不是开国啊，美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要维持你自己的国家的兴盛。但他搞了，这是一个拿不干净的人或是不对的人，你放到一些位高权重的位置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也包含他的国务卿人选是卢比欧哦，他要当什么也是变成的是基本上是川普的应声虫，就是什么事情啊，都是以什么美国优先这个大旗杆来去执行总统的命令，但是国务卿不能这样，国务卿他所负责的就是外交，外交跟你在主持节目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跟你去做的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你是必须要怎么样？你是必须要去很缜密的懂得是明里来暗里去的事情，说也不行啊。国安顾问也是什么呢？国安顾问也是最终的鹰派。那么这个东西你要打仗，那你就必须跟国防部长配合的好。所以国安顾问跟你的国防部长，你是不是适才适所？你是不是有过去很严密的这些履历把你堆叠上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也包含了川普的能源部长，他是找谁呢？这个更有趣了。川普的能源部长是由石油业的高层莱特来出现。这个你做能源的，你找一个石油团体的高层，然后来去当你的能源部长，那你是不是官商勾结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呢？你要请一个能源部长，你是对这个能源，哪怕你请学者都是应该，他可能对这个产业或者对这个趋势还有很深的用功，而他本身你不能够去牵扯到你在民间的利益团体，而特朗普这次就拿他自己的能源部长这个位置，去给了石油业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管理人员去当这个能源部部长。那等于是你与虎磨皮，那请鬼抓药单一样，你是不可能做好你的环保的，因为能源本身，它目前的石油业本身就是以伤害环境造就他们的利润为主的，这个无可避免。石化产业本来就是污染很大的产业，无论你怎么说啊，你很多的数据不一定，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石化产业本来就是伤害环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元凶。所以这个能源部长他之前就说过，气候危机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未来要去增产石油跟天然气，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这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发现其实特朗普他现在用人会对于未来整个世界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他明年开始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他还是会有很多的变化，而这些部长是不是能够安坐到他一整个任期结束呢？老师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开始都是实验，先酬庸，未来有没有可能把他开除？老师觉得还是很正常的，毕竟是特朗普嘛 ，You are fired， 对不对？他开除人的时候就是开除，没有说为什么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你放在公司行号是可以的，你放在国家治理上面，你不能说 fire 就 fire， 因为谁接手的？比如说我们讲很简单的，三国时代结束了，对不对？刘后主阿斗，是不是？阿斗这个听他说到他很无能，但是他也在蜀汉活了30几年，才把国家交出去给那个司马家的。各位，你懂我意思吗？你说阿斗无能，但是呢，他撑了30几年的时间，对不对？你说这个相父他嗝屁了。他还是一样用的相互交代下来的人，什么费祎之类等等的人。所以说为什么？因为诸葛亮先帮他安排好，这个人不行，下一个人是谁？国家经营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后面都有接班人是谁，所以后面你才能够江山一直不断的运转，这个是一个政治哲学但是
目前为止，特朗普并没有这个打算，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没有这个打算，因为他们只顾现在，不可能顾到未来。这个不能怪美国的政治人物有没有脑筋，因为他们的文化就200多年，他们没有办法去很妥善的有前人的政治智慧来指导他们。他说啊，老师你这样讲不对啊，在几年前啊，这个老师在做直播的时候啊，就有人说老师。那些美国都是人上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所以说他们难道不能拿其他国家的历史来做借鉴吗？有的是，真的是有的，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了，他们就会鄙视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历史永远，他们觉得我们现在才是最强大的。那包括美国啊，之前就有说过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了，所以是说啊，我们基本上未来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因为我们找到最好的政治制度了，是这样子吗？这才几十年前言犹在耳，美国真的是有最好的政治制度吗？现在看起来当然是没有，因为人永远比不过贪心跟腐败。腐败这2个字啊，有人说啊，你这应该放在共产党身上才叫腐败。我就跟各位讲，所谓的腐败是人心最腐败的状况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贪心，有人是说你是有什么误会的想法，你才会腐败，这个是错的。这世界上啊，最腐败的一个模式叫做稳定。越稳定的人心，越稳定的人格，他就越会去腐败。为什么？因为我稳定代表我不想上去了，我不想上去，代表说你也不能把我拉下去，我就想在这个位置上啊，参位素师，然后我就一直吃这个位置吃到老。那别人来要我去帮忙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有这点权利，那我就给你一个方便，对不对啊？比如说班上有班长啊，班长跟那个 A 同学特别好，跟 B 同学感情不好，那 A 同学上课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去举报他？那就可能不会举报，为什么？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可能不要讲话啊，但是他们不会去取缔他。但是看到这个不喜欢的人的时候，我是班长，我说看到你上话讲话，你有没有讲？你有讲，那我就检举你，对的，就记名字，然后给老师去处罚。但是跟他很好的同学会不会举报他？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下课还要在一起玩嘛，对不对？在还要一起玩，我们没有必要当个班长，然后呢拿这点权利，然后呢帮我破坏我们2个人的关系。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腐败？这就是腐败。你当给别人行方便的时候，他就是腐败的开始。那所以到这个心态里面，谁没有腐败的心思呢？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腐败的心思啊，对不对？你这样来找老师，老师腐不腐败？老师也会腐败啊。我学生问我的东西，我一定是巨细靡遗的回答啊。那你不是我学生的，我问你，我就跟你讲，你看节目，为什么？因为我要给我学生方便啊。但是以公正状况来看，我是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都回答啊？不是，因为我有我的一个高低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心中那一把尺的高低分。对不对？所以说人会不会腐败？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你腐败的速度、你腐败的程度绝对会比其他人的高。而这个世界99.9%都是一般人，人中之龙就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比如说就什么之前的什么变法那些人，人中之龙就那一点点。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一般人，所以腐败速度绝对比别人还高。伊隆马斯克、比尔盖茨或是主播克，他们需不需要腐败？他不需要腐败。因为他到制高点了，对不对？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金钱，他需要腐败吗？他不需要腐败。那再来就是说，你说其他人有没有可能腐败？那其他就可能腐败了，因为人心就是这样。我得到了，我为什么不腐败？我得到了，为什么不鸡犬升天？对不对？我努力的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我为什么不帮助我其他的家人？是不是仇庸？为什么不仇庸？权力在我手上，我本来就该仇庸了。忠心为国那是表面上，实际来看都是狐朋狗党。放哪里都一样，除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之外啊，其他都会腐败。我们中华民国都是公正廉洁啊，都不会腐败的，好不好？相信我们的党，跟着党走，党可以打胜仗，好不好？所以说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事情啊，就变成是说，整个美国它陷入到一个权力的变化，权力变化里面是造成了人心的一些改革。一开始可能都是好的，一开始大家人心思变，觉得这个事情都是不错的，但是长期来看，这些都是困苦跟损坏的一个很大一个区别。我的画面是不是停掉了？我画面好像停掉了，等我一下，我的画面好像故障了哦，各位等老师一下。
有声音了吧？哈，有声音，声音应该回来了哈。好，声音回来了哈。OK， 声音回来了哦，这跟党没关系，应该是老师设备的问题哈。所以党没有在和谐老师的，好不好？这个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啊，党不会和谐老师这个小小的主播的，好不好？都没问题啊，好，没问题。哦，正常的哈，正常的哈 ，OK， 正常。啊，跟党没关系哈，我们这个突然没有了哈，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看。哦，福山教授历史终结论吧，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我不敢讲哈。来看各位什么问题哦，我们等下继续下一步的东西。川普上台加速统一吗？会哦，他会加速台湾的统一，两岸统一会在川普手上可能就完成了啊、哦。这个应该说什么呢？这个就是历史吧 ，history， 我们的历史中的一个。川普任命国安顾问大打台湾牌，争端哈，他的国务卿啊，国务卿我们刚才讲到，他是一个不适当的人选。好，在这个不适当人选状况之下，他可能会做的比蓬佩奥还要更糟糕。哦，他基本上。因为他之前是反对川普的，他后来又变成支持川普，这个也当然也是不行啊，也是不行的。这个对美国的未来啊，他一开始上任这些员工啊，可能很快就被 fire 掉。如果川普还有点智慧的话，应该都会把他 fire 掉啊。美国军工产业也不行了，生产都要靠中国，稀土是要靠中国了，但是很多关键技术啊，美国还是有的。然后除了航太科技之外啊，基本上他们自己还是有办法的。哦。真的有萝莉岛吗？是有萝莉岛这件事情吗？老师身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播，我没有去过萝莉岛，所以我不能说它到底有或是没有。哦，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川普说他最近要公开，我觉得他最后也不会公开。为什么？因为公开你自己可能会面临到生命的危险，他就跟他自己选举的暗杀就不一样了。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够公开的。这世界上啊，包含的是说什么呢？各位你要去知道，无论是台湾过去跟现在的中国的教育啊，对五代十国这个历史也是一个非常隐晦不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个时期那个荒淫无道的期间啊，那个是难以去言语的。还有包含了很多帝王的一些隐私啊，那也是不能够被记录的。所以罗里岛这件事情啊，有些是可言不可言之间。这世界上老师看过了很多的视频啊，真的是有些流自于暗网出来的，然后这个都是有些贵客给老师分享的啊，这个看出来真的觉得这世界上充满了黑暗跟恐惧啊。我说真的了，人心的黑暗程度真的是很深的，好不好？以色列会有强力后盾吗？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以色列了，好不好？生成求生欲狂症啊！好，感谢秋夏赞助，感谢秋夏赞助，好，谢谢。画面应该都恢复了哈，画面应该都恢复了啊，这个声音应该都是有了，好吧？因为我看我这边声音都有，你们应该也有声音吧？好，都有声音了哈，好，都有声音了。刚才没有听到，其实就还好了。然后就老师讲的，刚好是在结尾的时候，它突然断掉哈，我觉得应该是结尾的时候刚好断掉，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其他的一个部分，好吗？好，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事情之后，我们要看到从川普这个很糟糕一个任命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理解到是什么呢？理解到是说，他现在未来遇到的事情啊，就包含着整个国际上的舞台一些安排啊，就变成川普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会比他第一任还要来的差。为什么？因为川普第一任做出来的事情啊，他包含了波顿或者包含了他们的国防部长，基本上都还是一个专业人士所出来的。所以说，川普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被他们拉住说：“老大，你不能这么做。”哦，总统大人，你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做会有很大很大的后果。那所以说，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是很克制的，包含退出北约这件事情，他都是很克制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不能够退出北约，因为退出北约你就会出事情啊，这个东西是很明白的一个状况。但是呢，现在他所有换上来的人都没有人可以去制衡他，这个也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坏事，就是说他没有李斯，也没有赵高。他自己就是自己，那这个状况，他去治国的时候，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说他再去制裁伊朗，或是去再退出北约，或是退出了所有的一些气候协定或任何一切东西，大规模的退群，那这个事情是很容易会去达成的。哦，各位要去知道，特朗普他现在进入到一个无人之境的地方，他既知道总统的权利是什么，他也知道怎么样让他自己的权利是没有办法被限制住的。他自己有智囊团嘛，所以会告诉他你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不被限制住的状况。比如他这一次的人事案的一些任命啊，基本上他就是越过了参众两院的限制，他自己想任命谁就任命谁，而且他包含了这次参众两院又是他自己完完全全可以掌握的。那么他变得完全执政状况之下，你让一个狂人完全执政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美国制衡政治的哲学。你要再去让他制衡他，你又得过一两年的时间，然后重新选举这个参众两院的部分的席次，你才有可能做出改变。那这个世界上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而特朗普他可以在他仅剩不多的理智里面，要去让美国奔向一个疯狂的境地。他说他自己疯狂，我老师是相信的。但是呢，这对世界对美国是不是好事，那真的是很难说。
所以在这个状况，我们就要看到他对于乌克兰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如我们之前所预测到的一个结果。这次啊，川普他希望能够逼乌克兰去和谈，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自己当然也知道他已经失去民主党这个大金主了。共和党基本上在过去就是不同意去援助乌克兰的，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利润已经确定了，他能够得到的我们在美国可以得到乌克兰的好处已经确定了。你在已经确定成交的案子上面，你会去增加预算吗？不会，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个标案了。你为什么要增加预算呢？你自主增加预算，对你自己的公司经营一点好处都没有。老实说，这个事情有没有根据？那是有的，那是有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谈到。所以是说，现在乌克兰他已经确定到怎么呢？他已经没办法去坚持他完全收复领土的这个结果，他只能是说呢。他保护他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俄罗斯跟朝鲜啊，就是北韩啊，他们合作起来在战场上面啊，目前来看他们的攻势是比较强的，也包括两边的无人机啊，来来往往也是很多。这样打下去啊，也就让很多的乌克兰的百姓认为是说，你再下去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打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何不偏安一隅呢？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割地和谈，我们不要再打下去了，能给我们喘口气吧。打了2年了，你还让我继续打，我还玩个毛啊，是不是？那个毛都玩不起了，快3年了，对不对？怎么玩呢？玩不了了，打3年的仗，我哪受得了啊？就打下去，你打了世界大战了，时间还要长了，谁受得了？对不对？说打到这个地方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打下去了。如果你没有被援助的话，基本上你已经没有利润可以去做了。所以在这个模式的状况之下，乌克兰现在是很蛮悲观的。而俄罗斯呢，他现在的确享受到川普的胜选。所以老师之前说过，俄罗斯、中国其实是最希望特朗普胜选，最希望川普来胜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你说他是不受控制的，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因为他不受控制，因为他是商人，所以说他是以利益导向为主的，他是以享乐跟利益导向为主的。那即使他希望美国更好，但是他的思维跳脱不过去这个模式。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老师自己也有职业病，我看人，我看名字我就知道，干这个人跟我怎么样，他的个性怎么样。你一让我知道你出生在哪一年啊，你这半张命盘就在我手上了，对不对？职业病，我看人就是先看这些事情，关你的气色啊、山庭啊，对不对？还有你的眼神啊，什么东西的，直觉为看的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不是我这一行，你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不会，但是我已经根深蒂固了。我看到人，我就先评论他的面相啊、手相、味道啊，望闻问切，我都会去做。直觉去做，我别人做起来可能30分钟的事情，我可能3分钟以内我就做完了，这是我的一个职业。那特朗普他有他的职业素养，他即使再爱美国，但是他一样是以生意人的眼光去处理他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最希望达成的结果出现了，就是一个怎么样？我很容易去猜出来他最直觉的反应是什么，无论他怎么想，他都不会去接受第3条选择的人上来，那就是特朗普。因为他第一个够老，第二个够冲动，这2件事情多好，最容易去处理的。所以俄罗斯现在享受这个川普的胜选，就是说他现在可以把他打下来的地方守住了。因为川普就是要停战嘛，停战你不可能叫我退兵吧？我退兵，那我得到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你要让我有利益的状况之下，我才愿意退兵啊。没有利益的状况之下，我为什么要退兵呢？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之间呢，那俄罗斯占了优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乌俄之战最直接的受害者包含德国。那德国啊，这个他们现在的总理肖兹啊，也跟普丁通话了1个小时，来谈如何结束战争。所以说没有人去跟泽伦斯基谈，为什么？因为你是砧板上的鱼，你的未来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的未来是这些大国家去决定的，而不是你这个已经濒临灭亡的国家可以去决定的事情。而这个呢，刚才老师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美国共和党为什么他要去停止支援乌克兰呢？因为你这个合约已经签完了，你的利润在这个地方已经确保了，所以是说给你去多资源，那只是多浪费钱。这是一开始我们所讲到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原乌的这些金元都是贷款，它就是在华尔街这边就是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所以说我已经贷款出去这么多钱了，给你这些乌克兰的援助都是贷款。那么这些贷款，你能够，你这个人的信用贷款，你的额度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去贷款，老师去贷款，我额度可能就顶多才个几十万、100万，为什么？因为我的职业就限定着我的能力在这个地方，他们给我的贷款额度就这么高，对不对？你给年轻人去贷，20岁的人去贷，他可以贷到200万，为什么？因为他的平均余命还很长，那他未来的不可限量，不然他后面还有父母兄弟姊妹，对不对？他还不起的时候去抄他父母的家，不是抄他父母家，就他父母帮忙还。
对不对？很多事情他都觉得啊，你这个年轻人啊，你有父母有稳定的收入，说看你写背景表嘛，紧急联络人嘛，都知道你的背景是什么啊。当然这个状况来讲，我给你额度就很高。老师这个垂垂老矣年近半百的人，他给我的额度就不可能高，因为我能赚多少钱，明面上他就可以估算出来了。乌克兰也是一样。那我给你多少钱，你能够还我多少钱？那个是已经有一本账在这个地方了。大家都是聪明人，对不对？你乌克兰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样大的一个利润。你就算再大的利润，那我成本也要压低嘛，对不对？你有成本压低，我才有更多的利润。所以说，你原屋贷款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开始介入了。这个资产管理公司是谁呢？哦，这个是公开的资讯，老师就没有去污蔑任何人了。各位要去知道。这个后面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去介入乌克兰重建的，还有包含他们地下矿产未来可以去取得这些利益的，就是我们的日本东电第2大股东贝尔德莱投资公司，应该叫贝莱德了啊，贝莱德了啊，这个翻译有些不一样，它叫贝莱德。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公司，它后面包含了未来你的重建计划，包含了你这些国家里面的利益，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出卖。都可以去出卖，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已经打包了这些资产来去当做担保，去跟这些美国去贷款，来去换了他的金元。老师过去在前2年一直不断跟各位说到，乌克兰他所得到的这些利益都是要还的。你告诉我，美国是多么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不可能，钱来钱去都有账。这世界上会有像愚蠢的、像笨蛋一样的，我把你援助的钱直接给你免掉，那只有中国大陆这个蠢蛋。他们最近还免了南非那种非洲10几个国家的那些贷款，一笔把它勾销，就是你不用还了。愚蠢至此啊！就中国愚蠢至此，免掉你这些国家的贷款，对不对？但是其他的西方国家是没有的，你欠多少钱你就该还多少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各位说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泽伦斯基已经打包了在乌克兰里面的一些资产，然后当做担保去取得这些西方国家的金元，那包含了欧洲，也包含的是美国。那美国取得这些担保，也会叫欧洲去出这个钱，对不对？最好都是空手套白狼嘛，是不是？我借你钱，但是我单一借你钱，那你要还我钱，但是这个钱我找别人叫别人汇给你，对不对？三方套利公式就出来了。所以你说美国它真正受伤什么东西没有？它很多钱是叫欧洲去出的，尤其德国那些去出的，德国、波兰这些国家去出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他们才有办法有其他的国防力量或是其他的利益交换。但是呢，实际上来讲，美国它能够出的第一个是有限，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东西给你的是军事援助。对，这个钱10亿美金给你当然他们现在欠1000多亿了。我10亿美金给你，对不对？可能只给你2亿的金融汇款给你，那可能叫多汇给你，剩下8亿呢，我叫我们的那个军火商变成军火送给你。你们也要军火嘛，不然你说你打不过俄罗斯嘛，对不对？那我军火源源不断给你送到，那军火卖给你是不是会折价？你以为你是蒋介石啊，对不对？1块钱卖你坦克啊？没有，你该多少钱你他妈付多少钱，我让你记账写在墙壁上，你还是得拆墙回来还债的。所以说啊，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乌克兰它以它整个国家的各方面的资产，就跟大清末年一样，跟那个8国联军一样，你基本上你的一些税收跟未来所有你能够创造利益的单位，都已经被打包，而且准备已经要交给了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那不是只有贝莱德公司不是只有在这间公司但是其他东西是有的。所以资本力量，贝莱德公司后面是谁呢？贝莱德公司后面就是 J 民族。各位懂老师意思了吗？说资本的力量，它一直不断在世界各地去找一个新的市场要去经营，也包含了在乌克兰底下那10兆的矿产，包括它的稀土的矿场，还有铁矿之类等等的一些难得的矿场都在乌克兰。所以是说，当乌克兰你已经决定你战败了，你不可能打胜了，那么我现在给你军援，是不是在稀释我未来的利润？还有就是说，你现在在不止战，你现在在不停止跟俄罗斯谈判，那么俄罗斯它一直不断往西去推进，那么请问一下，未来这些地底里面矿场，你是不是就变成俄罗斯手上的肥肉？那么为什么我这些公司一定要让我可以得到利润去割给其他人呢？所以你现在停战是最好的决定，停战是保证华尔街这些还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最大利润的时候，你让俄罗斯再推进，损伤的不是乌克兰百姓没有人在乎乌克兰百姓过得好不好，没有人 ，nobody 也 not you 不会有人在乎你的，你都是牺牲的数字而已，他们要的是你脚底下的东西，而问题就是俄罗斯不断的往西去推进，那么请问一下，俄罗斯推进1公里。
资产管理公司少1公里的利润，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就是不是就很糟糕？所以说啊，在这个模式之下，这个乌克兰它面临它现在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是什么砧板上的肉，它是不可能赢，俄罗斯不可能输。这个如我们在之前呢、在刚开战的这半年里面所做的预测结果是一样的。俄罗斯它在这一场乌俄之战里面，它是不可能会失败的。好，这个其实也不是老师所说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研究者，他们也说了同样的一个结果，说老师不会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啊，没有这回事啊，我只是跟别人想的差不多而已。所以有人就说了，老师你讲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看得到，对啊，其他地方也看得到啊，那你怎么不去看呢？你没看到的东西，我告诉你了，这也是价值，对不对？这也都是各个方面的一个模式存在。所以说啊，在这个模式这边啊，这个俄罗斯的战争会不会很快停止？不会，为什么？因为现在时间站在俄罗斯这边，他拖得越久，他拿到的越多；他拖得越久，乌克兰损失的越多；拖得越久，华尔街赚到的利润就越少，而另外一个俄罗斯的利润就会越多。那么这么好的事情，你觉得俄罗斯会立刻停下来给你停火吗？不会的啊，不会的。俄罗斯难道不知道乌克兰的人的脚下里面都是矿场吗？他也知道采矿技术，不是只有美国厉害，采矿技术俄罗斯也很厉害了。人家可以变成一个工业，而且包含无论是军工或者一般的工业啊，除了小工业之外，他们的重工业可是很厉害的。俄罗斯的重工业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什么我们都会把俄罗斯污名化呢？因为俄罗斯、中国、朝鲜还有伊朗这些地方，还有穆斯林这些国家，你的不能讲这些民族的资本力量，你很难介入，所以他们必须把他们行为什么样这世界的罪人。因为他们的资本力量很难发挥，在中国境内有没有犹太资本的进入呢？有，也是有，但是呢，它一直没有办法获得很大幅度的成长，还是有。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马云啊，支付宝的马云。为什么下来呢？其实各位都知道，说他在那场演讲里面啊，他就洗了银监会的脸，说你们只是当铺的思维。但是实际上，马云要做的是什么呢？马云要做的事情，我们之前在直播也跟各位讲过，他做的就是次级房贷，层层包裹，然后把资产出售再包裹再出售。这是什么呢？马云也是上了这民族的当。为什么？还认为这个钱啊可以不断包装、分割、再销售，把你债变得不是债。就算欠债，那也是别人来帮你偿还这件事情，而不能是说你将本求利，你不能将本求利，一分钱赚一分货，那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须要被整肃下台。马云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呢，他把支付宝跟那个这民族的这犹太资本的玩法挂钩了，所以是说中国把他整肃下台。这个其实相信很多的人都已经看出来，这事不单纯不是马云他不爱国不忠心，而是他要用的是犹太资本的做法，这个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理解呢？所以在其他地方啊，我们也看到是说以色列，有人谈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啊，会不会因为特朗普上来，然后他就获得了休战呢？当然有人会说，这个以色列一定会受到川普的总统的，因为他说他坚定支持以色列，然后呢，他们也打算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加大制裁伊朗这些资源或他们的国际上的地位。但是啊，特朗普总统啊，他离开了4年，4年前跟4年后是不一样的啊，3年快4年了，也是这么一回事的。4年前跟4年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他们已经团结起来了，对不对？以阿之间他们已经开始团结起来了，穆斯林的力量啊，他们基本上现在只要凝聚成一致啊，他们就有他这个整个战局就并不是4年前可以去讲的。各位要去知道，4年前伊朗跟阿拉伯世界并不是这么样的和睦的啊，很多历史原因啊，我们今天实在没时间来讲。但是呢，现在穆斯林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且是什么呢？而且特朗普总统他现在想的一个模式啊，其实是有点过时的。为什么？因为他想的所有的，包含第三世界，也包含了乌克兰的世界，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商业的模式的增长，都是以中国跟俄罗斯他们固守本位，都绝对不会出手的状况之下才能够达成的。我们今天讲很简单一件事情，今天俄罗斯他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基本上已经大势已定了，他只有办法拿得更多。但是中国呢？中国跟乌克兰，他如果也让这些伊朗的百姓或是其他阿拉伯士兵的百姓一样，在沙漠中都可以捡到一些武器的话，那介入的状况就不是12000名朝鲜士兵这么简单的事情。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注意到最近的一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战争的一个差别性？各位去明白一件事啊，
为什么伊朗在现在还一直没有打算是更强硬，或是说我要去明哲保身呢？那是因为之前一些以色列在对伊朗做空袭的时候，很多的攻击行动，那是被伊朗的防空系统所防御下来的也就是说，你的火箭炮啊，或等等之类的攻击啊，无人机的攻击啊，很多状况之下在他在偷袭的状况之下没有先告知的状况之下，很多时候呢是被伊朗防御下来的。而伊朗的防空系统是哪一家的？各位有没有去想过？伊朗的防空系统，我们不能说绝对全部都是，但是老师所收到的消息是，伊朗很多的防空系统，包含了防无人机、防火箭炮、防一些零星的攻击低空的攻击，它用的可是中国的防御系统。所以是说，我不急着往前，我也不需要赶快认输。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打我，我还防得住，除非你后面憋了什么大招，或是你等我去主动出击，让我掉入什么陷阱。但是这个状况伊朗还拿不定，所以他进也不进，退也不退，反正我就跟你耗着。伊朗耗的久还是以色列耗的久？老师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肯定是伊朗耗的久。为什么？因为人家吃的不多，以色列吃的比较多，所以是说你耗不住。这就跟当时那个成吉思汗他去西征花剌子模，变成欧洲的黄祸那件事情是一样的。有人在觉得很奇怪。成吉思汗哪怕他只带了10万蒙古铁骑，他横越了这个上千公里，要走基本上要2年的道路，为什么他1年就到了？而且他不用建立补给线。很多那些战争学者他们在近代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成吉思汗他们所带领出去这10万大军，有人说30万大军都是比较难的。他的10万大军里面，他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这些百姓，所以说他们出发之前就已经带了大量的肉干，沿途还可以狩猎，狩猎之后呢，吃完了就赶快继续往前冲。他们没有等什么火防兵也没有等什么后面物资粮草，直接2把马刀，骑着马，一人换成2、3匹马，直接给你往前冲，拿着马刀向前冲，对不对？哪怕你还等你什么去运补没有，打到哪里我吃到哪里，对不对？打到后面我遇到了城镇，我把它打下来了，我屠城，对不对？里面都是我的，怎么会战无不胜呢？是不是？为什么成吉思汗打到后面到了什么那个谁啊，窝阔台的时候才开始有败仗？窝阔台之后死了之后就有开始败仗，为什么？因为你的老将死的差不多了，新人没有办法去承受住新的过去的打法那当然就产生了败仗产生。不然在成吉思汗跟窝阔台领军之下，整个欧洲是被横扫的，那是完全被横扫的状态。而伊朗也是一样，伊朗它基本上它虽然不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的生活需求是可以降很低的。为什么？被制裁久了，我当然就习惯苦日子了，我习惯穷日子跟苦日子了。那么我怎么会打不赢你呢？因为以色列的很多的人，他的第一个人口数不够，对不对？生的人少，因为他们要有生活品质，说生的小孩少，生个2个3个算很多了。但是你说在伊朗里面，我生个3、5个他还嫌不够。是不是？我还可以娶4个老婆，对不对？每人生1个，我他妈就4个人，我怎么会有人力匮乏的问题呢？你只要让我憋着，大家互相消耗一下，我消耗2、3个人换你1个人，那你就得亡族灭种了，你以色列就得亡族灭种了。所以你现在伊朗憋得越久，那以色列越不利，因为他只能一鼓作气，再而竭，3而衰，本身国家的体量是不够的。这个我们也讲了很多次，拿日本当前车之鉴就知道了，一个国家体量不够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消灭比你自己大太多的对手，因为你所有不对称战争之下是基于你的对手是得不到外援的，那么你可以是怎么样？你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他后面有其他国家、其他大国的撑腰，那么他就会成为你的对手，变成你对手的对手你朋友的对手或者你对手的对手，就变成一个代理人。当一个国家变成代理人的时候，它后面源源不绝的资源，你就会莫名其妙的从土里面可以挖到或是从海上飘过来，它都有源源不断的资源会产生。你明着面了，你们以色列的明着面了，你可以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不断给你这些武器跟一些战略资源，但是人家呢，你是明着，别人暗着里面，人家也可以给这些穆斯林国家很多的资源。毕竟伊朗它是产油的，很多东西它都有筹码可以给你换。我只要有能源，有相当于给你交换东西的时候，那么恶魔的交易或者天使的交易就会出现。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好，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去明白啊，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那我们本来还有一些经济的问题要讨论哈，经济问题我今天讨论不完，已经10点了，因为光这2件事情啊，我们就讲完了，还有一半还没有讲，就包含了美国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还有光刻机这些事情哦，没得讲。那我们把它留在我们周间的啊，因为毕竟我老师已经回来了，我们周间的有一些直播周间有一些节目啊，老师再给各位去讨论看看，好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不然一讲下去啊，真的会讲很久啊，会讲很久，就再讲1个小时都没问题啊，这样大家太累了，我们就不要让大家那么劳累了。好，感谢秀匠赞助啊，感谢秀匠赞助，感谢 Jimmy 啊，感谢 Jimmy 赞助哈，感谢大家还有 David 啊，感谢 David， 好，大家老朋友，感谢各位好朋友给老师的赞助哦，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今天真的是讲不完啊，那其他东西我们周间再更新，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已经结束了。